一名印尼的富二代博士，2年的时间内呢，侵犯了206个直男，成为英国历史上强奸男人最多的罪犯。算起来呢，平均1个星期就得2个男人，最长的一次8个小时连续做运动。案件当时呢，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同时也震惊了世界。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案件发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2017年6月2日早上6点，一名18岁的橄榄球员杰瑞在迷迷糊糊当中醒来，睁开眼睛之后呢，发现自己趴在床上，浑身酸痛，特别是屁股传来难以启齿的痛楚转头一看，一个男人正挂在他的身上做运动，两个人四目相对，场面是相当的尴尬呀。下一秒呢，杰瑞猛然翻身，推开了这个陌生男人，环视四周。杰瑞用3秒钟的时间确认了一件事情自己一个黄花大处男18年守身如玉结果被一个男人给办了。一想到这里他都本能的想吐，羞耻转化为愤怒，杰瑞抡起拳头要让对方付出代价。杰瑞是一名橄榄球队员身高2米，一身肌肉而对方呢身高只有1.7米，身形瘦弱，很快呢就被杰瑞给打成了熊猫眼，倒在地上不动了。杰瑞出了气之后呢，就穿上衣服打电话报警。当警察到了现场之后呢，看到一个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瘦小男子，而站在旁边的杰瑞呢是完好无损。警察本能的就认为倒在地上的那个才是受害者，于是呢就给杰瑞戴上了手铐。同时呢，医务人员将昏迷不醒的男子抬上了救护车，拉往医院里去救治。杰瑞当时也有一点懵他说：“你没搞错了，我才是受害者。”那警察就说了对方就已经被你打得昏迷不醒了，你身上一点伤都没有，你怎么是受害者呢？杰瑞解释说：“我有伤呀，我伤得很重呢，现在还火辣辣的疼呢不信你脱掉我的裤子，你看一下我的屁股。”警察说了：“你在耍我吗？让警察看你的屁股，你这个死变态不论杰瑞如何的去解释警察根本就不信还将杰瑞呢带到了警局里去审问。另一边，那个被打得昏迷的男子在医院里醒来之后在警察的讯问当中，他表现得非常的奇怪，说话也是支支吾吾，而且呢一直问警察和医生他的手机在哪里。而警察要检查他的手机的时候呢，他却不愿意给出手机密码。警察就觉得这个手机里肯定是有东西的。当警察打开他的手机之后，在手机里发现了大量的小电影，男主角都是被揍的这名男子，而那些被侵犯的男配角全部都是昏迷的状态。而且最后一部小电影里昏迷不醒的正是杰瑞，他被这个矮小的男子一晚上侵犯了3次，在第3次的时候杰瑞醒了过来，才有了后面的事情。警察这才知道原来杰瑞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被打的男子才是那个变态的罪犯。被揍的这名男子名字叫辛纳加，1983年2月1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是一名妥妥的富二代，父母经商，他家里非常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有钱就是将钱存到银行，而他们家就是开银行的。即便是家里那么有钱，辛纳加呢并没有整天的花天酒地，在外人看来呢，辛纳加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翩翩少年，整天努力学习，在学业上也不断的成就自己。大学毕业之后，2008年，辛纳加进入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城市规划和社会学。2009年获得了城市规划硕士学位，2011年获得了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2012年在利兹大学攻读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2016年，辛纳加就要博士毕业了，需要写论文。结果呢，他提交了一份名字叫《曼彻斯特南亚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的性和日常跨国主义》的论文，里面和所学的知识没啥关系导师看了之后呢，就直接给驳回重写。结果辛纳加的论文改了1年都没有改好。但是呢，这正是辛纳加想要的，因为辛纳加并不想离开曼彻斯特这个浪漫的城市，在这里呢，他过得是非常的潇洒。更重要的是呢，一到晚上，辛纳加就会走出公寓，狩猎那些直男，而且呢，还特别喜欢那种满身肌肉、高大的猛男。2015年开始，每到午夜，他就会开心的打开公寓的门，走下楼梯，跑出公寓，在街上东张西望寻找目标。
谢娜家租住的这个公寓附近有很多酒吧、夜总会等等这些娱乐场所，谢娜家呢就会在那些地方去寻找目标啊，太胖的、太瘦的他不要，年龄大的也不要，就要那种年轻的、高大的、强壮的小伙。谢娜家戴着黑框眼镜啊，外貌给人的感觉是文质彬彬，身材呢也比较瘦弱，而他搭讪的一般都是肌肉小伙呀，所以呢对方大多数都会放松警惕。双方刚开始的交谈的时候呢，谢娜家就会抛出自己学生的身份啊，和对方套近乎，然后呢就提议到他的公寓里再喝一杯，或者是让对方到自己的公寓里去给手机充电。如果对方同意了，到了公寓之后，谢娜家就会给对方一杯加了料的水或者加了料的饮料。等确认对方昏迷之后，就和对方进行快乐运动。他还会录制下这个快乐运动的整个所有的过程，还偷偷的将直男的私人物品，比如信用卡、身份证或者是手表等这些小东西，当做战利品来收藏。等到第二天，直男醒了之后，一脸疑惑的看到自己光溜溜的身体，谢娜家呢就会告诉对方，昨天你喝多了，衣服上到处都是你吐的呕吐物，所以呢衣服我就帮你给脱了。一般到这里，受害者都会非常羞愧的道歉，并且呢马上离开，即便身体上可能有一些不适，也会认为呢是自己喝多了的原因。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谢娜家最快的一次出去之后，仅仅60秒的时间就带回来一名男子。谢娜家就靠着这些手段，平均每个星期至少要侵害2名直男。谢娜家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曼彻斯特是一座浪漫的城市，喝一口我的秘密毒药，它会让你坠入爱河，一滴就够了。本来这一切呢一直都很顺利，直到他遇到了橄榄球员杰瑞。也许是杰瑞太过强壮了，新陈代谢比较快，还没到药效的预定时间，杰瑞就醒了过来，然后就把谢娜家给打了一顿，并且报警。谢娜家被捕之后呢，警察搜查了他的公寓啊。作为富二代啊，他并不缺钱，想要租住那些豪华的公寓并不是难事，而谢娜家却偏偏要选中了这个小公寓，因为在这所公寓的附近有很多酒吧、夜总会，更方便他去寻找目标。在谢娜家的公寓内呢，警察找到了很多的酒精饮品，还有一些让人昏迷的违禁品，还找到了其他的多部手机，里面总共有800多部的视频，数千张照片啊，里面至少有数百名受害者，全部清一色的纯爷们儿，没有一个女人。根据这个照片和视频的日期，谢娜家是最早从2015年元旦开始狩猎男人，一直持续到2017年的6月2日。为了准确的去确认这个受害者的人数呢，警察忍着恶心，仔细的观看了所有的视频，最终呢确认了总共有206名受害者，被下药昏迷的有196位，能确认身份的有136位啊，有70位受害者没有找到。警方联系了这些受害者，很多受害者呢就得知消息之后非常的震惊，很多受害者并不知道被谢娜家给侵犯过。这些被侵害的男人呢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呢也有例外啊。丹尼尔呢就是一个愿意公开受害者身份的人。他说，在2015年的一天，他和朋友们一起开生日派对，他喝了很多酒，在酒吧附近的小巷内就断片了。醒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在希娜家的公寓内，他以为希娜家是在帮助他，临走的时候还对希娜家表示感谢。直到警察找到他，告诉他了实情，并且给他看了他被侵犯的视频。2018年到2019年，法院呢对希娜家进行了4次审理，有48名受害者愿意出庭作证。在审判的过程中，希娜家面带微笑，否认所有的指控。他声称和他发生关系的这些男人都是自愿的，我们只是在玩床上游戏，他们只是假装睡着了而已。法官呢只能在法庭上播放了希娜家的手机里的这些小视频，这让现场的48名受害者非常的尴尬。视频中被侵犯的男子发出了呼呼的鼾声，很明显这些人都在熟睡中，这就证明了希娜家是在说谎。最终呢，法院认为希娜家犯了159项的性犯罪，被判88个终身监禁，40年内不准提出假释。这就意味着他至少要坐40年的牢。77岁的时候呢，才能申请假释。希娜家呢，也成为了英国犯罪史上最高产的强奸犯，可以说是世界有名了。希娜家的父母得知儿子的事情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震惊又羞愧。他的母亲说，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他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得到了他应得的，我们接受判决，我不想再讨论这个案子。
辛当家作为一个富二代呢，本可以回到家里继承自己的家里的银行产业啊，但是他因为自己的奇怪癖好，这辈子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他喜欢男人也就算了啊，还喜欢躺平的男人，的确是够变态的。这个案子也告诉我们，不光是女孩子要注意安全，男孩子在外面也要保护好自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收看，别忘点赞，我们下期再见。